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王。这一次我们来做一期久违的装机节目，是一台偏白色主题的海景房装机，而且这一台总价值超过18000元的电脑主机将会在我的 B 站动态里面抽奖送出啊！记得关注我和转发相关动态参与啊！这一次装机会使用最新的英特尔酷睿13代处理器加 RTX 4080显卡，这两个东西在这一期视频里面都会进行简单的性能测试，方便最近想装机的同学参考。PS 啊，抽奖不含里面的老婆手办。既然要装海景房主机，首先当然是要有一个海景房机箱啊！这次我们使用的是爱国者月光宝盒镜，经典的月光宝盒系列的新品。这款机箱的侧边和前面都采用了透光超过90%的超白波，使得内部酷炫的电脑硬件以及各种手办和模型都可以被一览无遗。月光宝盒镜的6面都采用了免工具拆装设计，电源架、硬盘架等地方也都配置了手拧螺丝，给装机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。机箱的侧边和顶上都支持360的水冷，加上多处 mesh 开孔，可以确保内部有良好的散热表现。主板可以支持到 E8X， 而且通过更换背板可以切换 8X 和 M8X 模式。M8X 模式的话，顶上就可以装加厚冷排或者是汉堡排了。机箱的背面有多功能的硬盘笼，可以装机械盘、固态硬盘或者是风扇。内部还自带了显卡支架，方便应对现在越来越重的显卡。另外，它还可以选购显卡束装支架，可以把显卡英俊潇洒的正面给晒出来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束装支架上面还有一个固定架，可以卡住显卡，更加稳固，也方便搬运。这款机箱的细节也做得非常棒 ，I/O 接口都采用了白色的版本，连挡线胶圈也是使用的浅灰色的啊，耐脏的同时更加贴合主题配色。最后这款机箱还有 Mesh 网版的前面板可以选配，可以获得更强的散热性能。海景房有了，接下来要介绍一下这一次的住户啊。第一个是 CPU， 我们选择了 i5-13600K， 选择它是因为之前没有做过评测，而且历来 i5 的关注度都是比较高的。毕竟对于游戏玩家来说，多核性能的需求没有这么高，同时 i5K 小超之后的游戏性能也是第一梯队的啊，绝对不是因为它便宜一点啊，抽奖送进去的成本低一些。我们将 13600K 和上一代 12600K 分别在墨屏和超屏下跑了一下性能测试。12600K 超到基本盘 5.0G， 13600K 则是 5.5G。我们这一颗其实能超上 5.7、5.8啊，不过考虑到体质差异等问题，还是选择了这个比较保守的频率，方便大家参考。内存这里使用了比较常规的 DDR5 6000双通道。从跑分结果来看，墨屏下 136K 单核部分只强了最多 5%， 超屏后则强了有 10% 左右，和主屏基本上能对应上啊。其实之前 13900K 的首发评测中也能看到，13代的纯 IPC 提升是非常小的，但是主屏确实是高了不少。然后是多核部分，在多线程优化较好的渲染软件里面，不管超不超屏 ，136K 都比126K 强30%多啊，这个提升还是非常之大的。其他的软件就看优化了。游戏也简单跑了几个偏向吃 U 的，方便大家参考。在 CSGO 和 FF14 里面 ，136K 的平均帧比126K 强了超过10%啊。不过同样在超屏之后，1%低帧的差距会小一点。然后文明6里面 136K 强了约4%，幅度小一点，可能和多线程优化有关。CPU 看完，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大件显卡。这次我们使用了最新上市的 RTX 4080，因为12GB 显存版已经被撤回了，所以就不用区分了啊。4080都是16GB 显存的。这次使用的具体型号是索泰的 RTX 4080天启 OC。天启在索泰显卡中的定位是次旗舰，仅低于 PGF。天启4080使用了3风扇9热管的大型散热器，里面还使用了超大 VC 均热板，再加上天启系列的经典设计后置风扇的 2.0 版本，整体实现了超强的散热性能。显卡的正面有帅气的银色装甲，和这次的装机主题也算沾得上边啊。最后幻彩 ARGB 灯效，不用说也是现代显卡必备的。然后因为是新品，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测试，除了重新用最新驱动跑了公版3080的成绩以外，我们还拉上了首发时的4090和3090 Ti 的成绩做参考啊。当时用的驱动的版本就一点点，性能和现在的可能有一些偏差，但不会差得太离谱。在 i64 GPU 计算性能测试里面，4080的单精度浮点性能比3080高了差不多70%，双精度浮点和整形则是高了60%左右。在 3D Mark 理论测试之中，4080的得分大概比3080高了55%左右，是4090的70%上下，比上代旗舰卡3090 Ti 高了约25%啊，不得不说还是挺强的啊。当然，首发价格也比上一代80高了挺多的。然后是游戏测试，根据项目的不同，4080对比3080的提升有大有小。平均帧提升最低的有40%几，最高的接近90%了。1%低帧的提升浮动更大一点，从20%几到超过100%都有。和4090比的话，4080的成绩大概是70%上下，和3D Mark 分的比例还是比较接近的跟3090 Ti 比的话，则是强了18%到30%几，轻松超越上一代旗舰。和
核心部分看完，接下来看看其他的配件。主板这次使用了从肥仔那里抢来的，他刚做过视频的明轩终结者 Z790MD5，它是13代初期性价比超高的一块 Z790 主板。双11期间和1360K CPU 一套只要3670，算下来主板只要1000多一点，非常的划算。虽然便宜，但是这块主板的配置并不差，供电是10项加带风扇的散热片，飞海测过带个300瓦都问题不大，还有前置 USB 3.2接口、2.5G 有线网口、检测卡、后置 CMOS 清除按键、无线网卡预留接口一应俱全。最神奇的是，作为一块 M8X 主板，它居然有5个 M2 硬盘位，明显这2年的主板产品力真的是挺不错的。内存用了科富的普条加风噪 DDR5 的马甲，科富这一款普条是海力士的颗粒，在4槽主板上面也能够轻松超到6000多的频率，是 D5 目前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，之前也是有做过视频的。SSD 是铠侠的 RC20 原厂颗粒量大管保 ，1TB 版本在京东只要499，而且保修5年。虽然不是 PCIe 4.0，但是3.0的速度满足日常办公和游戏的需求还是 OK 的。散热器用了 VK 瓦尔基里的极夜 C360白色版本，这个我们之前做过评测视频，性能表现非常的强劲，压13600K 超频非常的轻松。电源使用了上一次做4090首发评测时用过的全汉 Hydro G Pro 1000瓦，它是一个 ATX 3.0电源，10年保修 AT Plus 金牌，带有原生的12伏 High Power 16频接头，正好搭配4080使用。最后我们还用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配件，是爱国者的冰魄 SP 一体连排风扇，3个风扇只需要插1个供电和1个 RGB 接头，大幅降低了理线的难度。那么零件齐全，是时候将它们装起来了。装完之后，我们尝试跑了一下2077，在4K 超级画质、光追变态级别 DLSS 2性能模式的设置下，在 V 加楼下可以有75帧左右，游戏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在这一类偏向于吃显卡的游戏里面，大核超频到 5.5G 的1360K 带4080跑满还是非常轻松的。另外，正式版的2077目前还没有实装 DLSS 3，以后表现还会再强一点。然后就是整机的散热测试，在最高电压曲线加了100毫伏电压的情况下，在机箱里面单烤 FPU 大核超频到 5.5G 的1360K 温度只有83左右，双烤加上显卡的热量之后 ，CPU 的温度提高到87、88度不过显卡本身还是比较凉快的，居然只有60度出头，热点也才70多。这个时候整机的人为噪音在48分贝左右。好，那么这次的装机项目就完工了。如果想得到这样一台高颜值、高性能的海景房电脑主机的话，记得关注我的 B 站账号，以及转发相关动态参与抽奖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我是一王，拜拜。